纵横捭阖的算法，澎湃激荡的算力，新的数字引擎正在加速形成。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技术催生的一系列新科技，正在深度改变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许多智能场景，共同探索未来世界的各种可能。中国人正在用智慧创造驱动国家破浪前行的超级引擎。这里是位于中国西安的一个卫星集成测试大厅。工程师们马上要组装北斗导航卫星最核心的产品——如原子钟。用户接收机通过测量导航卫星信号到达的时间，从而计算出距离，同时测量几颗卫星到用户的距离，就可以精确定位。在这个过程中，如原子钟作为频率基准，直接决定着导航卫星定位和授时的准确性，是整个导航卫星的心脏。高精度如钟基本上是300万年差1秒。对它的核心的要求，第一个是往力性，第二个是漂移率，第三个是准确度。得益于中国人自主打造的新一代高精度如钟，北斗3号导航卫星的授时精度优于10纳秒，也就是说，利用它，我们可以用1秒钟的1/1000这个精度来校准时间。定位精度也由此前的10米级提高到米级。自然界中，如原子发生能级跃迁时，会产生每秒钟超过68亿次的电磁波振动，始终不变。如原子钟就是利用这种自然现象制作出来的精密计时工具，在体积尽量缩小的情况下，还能保证在太空环境里免维护稳定运行12年以上，这是航天级如原子钟必须具备的性能。制作完成后，严格的测试必不可少。工程师们要利用真空罐模拟如原子钟在轨长期工作的环境，测试包括频率稳定度、漂移率、准确度等多项指标。只有达到了100亿分之3秒的精度，并且24小时漂移率小于100万亿分之1，这个如钟才能成为北斗卫星的心脏。真空罐里的测试需要连续进行90天以上，才能全面评估如原子钟的性能。此时，另外一个建筑里，由高纯度的镀金钼丝编织而成的北斗卫星天线进入了最后的测试阶段。天线负责信号的接收和发射，是卫星与地面沟通的唯一通道。它能否正常工作，决定了卫星的命运。首先进行的是展开试验，处于折叠收拢状态的天线必须在发令后1瞬间自动打开，100%成功展开。通过了展开试验之后的天线，就可以进入这个特殊的大厅。这是亚洲最大的水平进场实验大厅，天线专家要在这个完全电磁屏蔽的环境里验证天线的进场辐射能力。方向不要转，方向不要转。来挂这边。这个画的大一点的。卫星天线的需求是面积越大越好，但是航天器发射却要求天线体积小、重量轻。在这个天线上，中国科学家采用可展开天线的形式，实现了一个理想的平衡。
今天测试的天线得益于面积的增加，卫星信号强度提高了数倍。北斗3号卫星导航信号的质量和可靠性因此得到了更大的保障。2020年6月23日，随着第55颗，也是最后一颗组网用的导航卫星顺利入轨，中国人完成了北斗3号覆盖全球的最后一块拼图。中国因此成了第3个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精准的时间，精确的定位，这个完全自主控制的精密时空基准，是数字时代的国之重器。从自动驾驶到智慧工厂，从大数据中心到智慧城市建设，从万物互联到人工智能，它的影响将深入这个世界最细微的层面，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信息数字化时代的超级引擎。这是中国云南曲靖远离城镇的群山。3年前，33台风力发电机在这里出现之后，这里的风每年可以生产出接近1.2亿度的电能。今天，智能风电工程师赵树春带领团队再次来到这里。他们的目标是用一种新的技术，让这些风力发电机每年再多发电600万度以上。现有的每台风机顶部都有风速仪和风向仪，只有风吹动仪器之后，笨重的风机才能感知到风，并开始有目标地调整姿态。大量的有效发电时间被浪费在这个过程当中。赵树春今天的工作就是给第32号风机加装一个名叫激光多普勒雷达的设备，它也许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种激光雷达有角度不同的4个光学镜头，通过这些镜头发射和接收激光。发射的是1550纳米被调制的激光。如果空气中的微粒是固定不动的，反射回来的光波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果空气运动了，反射回来的光波频率就会发生变化。通过这种名为多普勒效应的现象，激光雷达就能看到空气流通的情况，包括风向和风速。红色的是正的风速嘛，就说明是风速是朝向雷达的一个状态。蓝色的话其实是一个负的风速，说明是风速是远离雷达的一个状态。等我直接这边照完吧，激光雷达并不是新发明，但是由于造价昂贵和体积巨大2个原因，让它很难被广泛应用。得益于高速迭代的芯片技术，多普勒激光雷达的成本迅速下降到几年前的1/10，而体积的急剧缩小，则使它大量出现在过去不可能到达的场景中。我在前面啊，你在后面。今天加装激光雷达，就是让32号风机具有提前感知风向和风力的能力。行，那上吧。今天的风不大，正是高空作业的理想窗口。不到2个小时，激光雷达安装到位。不过这个时候，智能升级的过程才刚刚过半。现在已经接入进来了。装上激光雷达，相当于给我们这台传统的1.5风机装上了眼睛，提前15秒感知到风，对我们整个风机控制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眼睛有了，数据就有了，
下一步就是让这些数据成为控制系统优化的资源。信号好了没？现在已经调通了，现在风向信号也 OK 了。这台传统的1.5兆瓦风机，一般情况下一年能发300万度电，但是通过我们加装激光雷达并进行控制策略升级之后，一年能多发15万度电，相当于整个20年生命周期内多发300万度电。一个风场的所有风机通过光纤连接成一个整体，关键位置的几台风机加装激光雷达之后，整个风场的风机都可以共享数据。因此，2至3台风机的升级就可以变成一片风场的升级。安装激光雷达180天之后，可以看看风场升级的效果了。这是与风场直线距离2200公里之外的北京。数字化风场的所有运行数据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全面分析。我们来看一下上次改造的那个风电场发电量提升效果咋样？你看，这是这个今年这个时间的这个发电量，这是去年同期的，我们看到确实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与去年的同期数据相比，仅半年，风场发电量增加了300万度。按照这个趋势，在这片风场剩余的17年生命周期里，将多发电超过1亿度。数字技术作为新的发展引擎，不仅可以让传统风场焕发新的活力，还将引领风电场开发方式的改变。在云南的另一片山地，一个全新的智能风电场的开发即将开始。能源工程师徐昂和张杰要在2天内完成40平方公里山地的全部地形数据采集。如果像过去一样翻山越岭、徒步采集，2天的时间绝无可能。今天，他们的策略是借助一台新型装备——测绘无人机。好，没问题。好，走吧。飞前检查完成，可以起飞。测绘无人机在数以万计的预定位置上拍摄照片。虽然每张照片只包含2维的数据，但是当所有的数据通过计算产生交互之后，第3个维度高度的数据神奇地被建构出来。加上海量的历史气象数据，一个数字化风场快速出现在工程师徐昂的电脑上。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代表整个风电场里边不同的风资源情况。红色的区域代表是这个区域风资源条件最好的。我们把风机布置在红色的区域，意味着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发电量。数字技术使风电场的建设周期缩短15%以上。收集到的精细数据还可以帮助徐昂快速规划出最优的风机布局，发电量也将因此大幅提高。前期的规划完成，这个风场的建设可以真正开始了。2020年底，中国政府已经宣布，要用10年的时间，将中国的风能、太阳能总装机容量提升到12亿千瓦。前沿的数字技术将推动中国率先成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利用上的典范国家。当然，数字化的智能引擎给中国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亚洲东部这条海岸线上汇集了全球10大集装箱码头中的7个。这条海岸线的主人就是今天全球排名第1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在中国的港口群，平均每1个小时
就有3万个来自全球的集装箱在这里交换。连续10年，中国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1，中国正在加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20年9月13日下午，青岛港，全球最繁忙的10大集装箱港口之一。一艘2万箱级的货轮刚刚离开，另外一艘同样级别的货轮接踵而来。全球范围内装载量超过2万箱的货轮屈指可数，正在停靠的 Evergrande 号就是其中之一。按照计划，它将在青岛港停靠40小时，装卸接近1万个集装箱。桥吊司机孙敬尧负责在码头和 Evergrande 号的船舱之间转运集装箱。他操作的桥吊是影响装卸效率的核心环节。孙敬尧的挑战主要来自高度，操作室与集装箱之间有超过20层楼的距离，而连接两者的是不断晃动的钢缆。不仅如此，集装箱脚柱锁上的挂孔仅有6厘米的宽度，在这个条件下准确对准挂孔，这就是抓取的难度。放下集装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集装箱的最大重量能达到3万公斤，必须估计好钢索的弹性和惯性，才能避免撞击。一个是对视力的要求比较高，对你的反应能力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在这个晃动的控制室，孙敬尧曾经创造过每小时43箱的装卸记录。入夜之后，码头天气突变，这是海边经常出现的天气状况。光线逐渐变暗，这给孙敬尧的作业带来了极大的难度。Evergrande 号按时离港的计划也极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就是全球码头当下最常遭遇的困境，它的升级势在必行。中国人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案，它就在青岛港传统码头的对面。这里的装卸作业完全不受昼夜更替和人员熟练程度的影响。在这个自动化码头，作业设备与后台的控制系统连接，系统对设备实时上传的数据进行快速运算，再将指令下达给各个设备。16台桥吊、76台高速轨道吊和83台自动导引车，在空无一人的码头，营造出了具有高度未来感的现实场景。2020年12月17日，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第6次刷新码头装卸世界纪录，达到每小时47.6自然箱的惊人效率。高度自动化、智能化被认为是码头升级效率的理想方案。参照这里的场景，青岛港传统码头的智能化升级也悄然开始。现有规模巨大的传统码头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不可能停下来重新建设，因此这里的改造需要借助一个利器来解决信息传输的问题，它就是新一代通信技术 5G。我们先检查一下光路，测一下光路。就是5G 呢，相比4G 来讲呢，有3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这个传输速率更高，时延要更小，可以接受海量的设备的一个链接。
传统码头搭建5G 的无线网络，就可以直接实现大数据量的回传，推动这个传统码头它向这个自动化这个改造升级。几个月后，当青岛港传统码头5G 搭建工作完成，最新安装在轨道吊、桥吊等核心设备上的传感器，就可以通过5G 网络实现无线连接。远程操控甚至无人操控都可以因此变为现实。到那时，搭载5G，青岛港的传统码头也可以蜕变成为一个自动化码头。作为新一代无线通讯技术的代表，5G 技术投入商用以来，加速推动了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新应用。然而，中国人还在努力让它的移动通信能力变得更强。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通信工程师曹立芳和郭禅今天准备测试一项5G 的关键指标——时延。时延越低，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应用中指令抵达的时间就越短，进而可以提高自动化控制精度。这次用的话是开域调度这种增强的手段，来进一步降低它的时延。这是终端，这是基站。通常情况下呢，终端和基站之间的通讯过程是这样的：当终端想要发送数据的时候，首先向基站申请资源，基站会给它分配资源，终端直接在分配的资源上发送数据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打开预调度功能之后，前2步就可以省略了，终端直接在分配好的资源上发送数据就可以了，这样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时延。预调度是正在不断更新的通讯策略之一。工程师曹立芳首先要将最新设计的 CPE 终端做好连接之后，放入信号屏蔽箱，开通它与基站之间的无线连接。预调度增强功能究竟能将5G 的时延降低到多少呢？对，这是没有开预调度的时候，大概都是15毫秒。工程师曹立芳对今天的测试比较有信心。通过前面不下30次的测试，他相信自己可以把时延降低到10毫秒以内。现在可以吗？那我们开始测试。现在的话是平均是8毫秒。开启预调度功能之后，时延降低到了8毫秒。对全球通信工程师而言，最终的目标是把时延降低到1毫秒甚至更低。而今天的试验结果意味着他们距离终极目标更近了一步。4G 催生了移动支付和视频服务，而5G 让万物互联、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变成现实。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成果，5G 已经成为中国数字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它所蕴藏的巨大潜力，还将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北京郊外的一间工厂，这是全球最大的挖桩机制造基地，工厂内的智能升级正在紧张进行。工程师侯勤华相信，2个月之后，这里就可以成为全球第1个重型装备柔性化生产的工厂。1个星期能搞完吗？手动的可以，是吧？行 ，OK。这个产品生产线调好之后，它就是一条柔性化生产线。柔性化生产，通俗来说，就是仅用1条生产线完成制造多个不同规格的产品。这样一来，工厂就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生产，而定制的成本也将得到有效控制。然而，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侯勤华在升级这条生产线的过程中，有一个困扰了他很久的难题亟待解决。
主轴是装机的核心部件。通过机械手放入轴套中的时候，位置误差不能超过0.5毫米，而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型号最大的主轴重量超过1000公斤，搬运这个重量级别零件的时候，产生2至3毫米的位置偏移是经常出现的状况。必须时刻进行定位，让控制系统始终掌握零件的精确位置，才能顺利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如果采用机械或者电子传感器的定位方法，就需要给100种型号的零件匹配100种传感器的布局方式，设备的柔性应对能力因此非常有限。有问题就把它按着，是吧？2个月的时间里，侯勤华已经尝试了多种解决办法。今天，有一种传感器已经足够成熟，或许可以帮助他解决眼前。选择的机器人立体视觉系统跟整个生产控制系统的匹配度非常理想，这意味着在未来，从4300公斤到16200公斤的30种型号的装机核心部件，机械手都能将它的位置精确地控制在0.5毫米以内。侯勤华很有信心，2个月后就可以让这条生产线完全具备柔性生产的能力。这里发生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大量上演。智慧感知、深度学习、数字孪生等最前沿的科技正在制造领域落地生根。从制造到制造，中国正在加速成为拥有超强实力的制造先锋。而数字旅行还在制造之外的另一个领域引领变革。这里是中国北方山区，再过2个月，这里将变成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这座具有强烈科幻感的建筑是一个专门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服务的高铁车站。京张高铁的太子城车站。京张铁路，中国铁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符号。1909年，它是中国人自行修建的第1条铁路。110年后的今天，它成为中国高铁的代表。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第一次实现350公里时速的自动驾驶。时速350公里的列车，每秒钟前进的距离是97.2米。在这个速度下控制列车，对接收信息并进行决策的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生理极限。中国人能够大胆地启用如此高速的自动驾驶，得益于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时速350公里高铁自动驾驶系统。这里是它诞生的地方。这套系统是智慧铁路和交通强国建设的国之利器。江明是这套系统的副总师。为了保证满载乘客的列车绝对安全，江明团队的方案是深度的车轨协同，让列车和路轨融为一体。
为了实现车力协同，我们在轨道旁安装了一系列的设备，例如这个轨道电路。同时，我们在轨道旁布置了应答器，当列车经过的时候，就会跟列车进行信息沟通。路轨上的设备相当于遍布高铁网络的触角，而要实现高速行驶，还必须依靠列车的大脑，也就是车载智能控制系统。江明今天的工作是测试让车载控制系统实现自动驾驶的最新装备。1年前，实现自动驾驶需要的装备装满一个60厘米见方的机柜，今天已经升级成了江明手里这块23厘米长、厚度不足3厘米的板卡。新的板卡可以在20毫秒内完成列车前方32公里线路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指令输出。这样的运算速度已经能满足时速超过400公里的自动驾驶运营需求。从今天的测试结果来看，板卡的运算能力预量超过设计值50%，同时满足了全球最高等级的风险评估标准。这意味着这块板卡具备上车验证的条件，很快将在实际的高铁线路中使用。车路协同，一个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交通方式的理论设想，今天在中国高铁网络得到了实践，它正在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不过，铁路网络毕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将开放式的环境因素纳入自动驾驶的控制范围，才是顶级的挑战，而这正是中国人的下一个目标。2020年冬夜，北京亦庄开发区的一个十字路口，表面看来，它与城市里的其他路口没有什么区别，但今晚过后，它将完成蜕变。101车路协同路侧设备调试岗位摆放完毕，请您指示。3天之前，这个路口的交通灯杆上悄悄地多了几个不起眼的设备。通过在路旁加装大量路侧智能传感器，最大程度地收集信息，上传到指挥控制系统，让传统道路升级为智能道路，正是中国人正在打造的智慧交通的一个关键部分。今晚，工程师姜文斌的任务是测试荣华中路与荣京西街十字路口的其中一个路侧智能传感器——激光雷达。115号摄像机角度向上抬高1度。灯杆上的小型激光雷达可以精准获取移动目标的坐标数据，而这正是视频摄像头的不足。越野相机现在与115相机重合角度符合要求。好的。调试完成的激光雷达与视频摄像头相互配合，可以将这个路口的信息丰富度提高1倍以上。这个感知的效果很不错。这意味着北京亦庄核心区第1阶段的智慧道路网络已经完成搭建。好了，收到了，信号已经过来了。明天就可以进行车路协同测试了。智慧交通是中国人正在创造的智慧城市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过去几年，在中国很多城市和地区，通过建立车辆与交通系统的互动，智能交通灯可以根据实时的交通状况自动调整红绿灯信号。由过去的灯指挥车变成现在的车指挥灯，这极大缓解了交通拥堵。不仅如此，得益于高性能传感器、高精度地图、超级计算平台，
今天的智能汽车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自动驾驶能力。然而，面向未来，要想让完全自动驾驶成为可能，仅依靠汽车单体智能还远远不够。路障已设置完毕，可以开始路测。盲区测试开始，行人请准备。收到，收到。目前自动驾驶存在的一个痛点就是有盲区，比如从大车前方突然窜出一个人，这种自动驾驶是很难去预测到的。无论车辆的智能程度有多高，始终无法避免盲区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人的方案是通过车路协同、智慧道路将它收集的所有信息分享给车辆，从而让汽车拥有远超自身的感知和运算能力，盲区因此而消失。通过车路协同体现感知，将车前方的行人直接发送到车端，车端进行人工使用。现在就会看到有行人在这车的前方，可以协助自动驾驶进行完美的运行。盲区问题的解决只是车路协同网络功能的一小部分。聪明的车、智慧的路，随着车路协同网络的深入组建，同时与城市大脑的深度融合，或许自动驾驶很快就可以取代驾驶员，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移动出行便利。中国人正在打造的智慧交通，将使我们真切地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万物互联的未来场景。这里是中国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超过20万台服务器，相当于600万台电脑的处理能力。最大数据存储量高达1亿8千万 TB。工程师刘瑶马上要进行一项大数据中心延续多年的传统操作。与噪声巨大的服务器机房不同，24台功率超过2400匹马力的发电机安静地在这里待命。刘瑶所在的大数据中心存储的数据关联上百家大型企业和超过3亿的互联网用户，而这些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它们能否被瞬间唤醒，直接决定着意外断电时这里存储的数据能否保持绝对安全。现在是正常的，可以启动。24台发电机在30秒内全部完成启动，并在1分钟内达到额定负载功率，符合要求。今天，网络数据的增长速度是20年前的1亿倍，约为每秒250 TB。2019年测算，中国当年产生的数据占全球总量的1/5，达到80亿 TB 的惊人数字。大数据中心就像保险柜，可以让数据这个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存储和利用。然而，随着世界的深度数字化，数据的保存和使用也面临新的难题。2020年11月，力学科学家易志坚和他的团队再次来到他们远离城市的研究基地。初冬已经不是进行研究的最佳季节，但今天即将在这里发生的事，将对未来几年的研究活动产生极大影响。这里是中国北部内陆的乌兰布和沙漠。2009年，易志坚成功研发了一种力学约束材料，它可以使沙子颗粒之间产生持久的约束力。在沙地上使用之后，沙地产生了跟土壤相似的保水保营养的能力。
2017年，研究团队在乌兰布和用新材料改造了4000亩沙漠，开始种植试验。我们将沙子土壤化之后，然后栽上非常耐旱的植被，2个多月时间，长得郁郁葱葱的。看到耐旱的植物如此容易生长，研究团队突发奇想，他们决定试种农作物。当高粱、辣椒、番茄、萝卜甚至西瓜被种下去之后，奇迹出现了。所有种植的粮食和蔬菜不但全部存活，而且产量惊人。2019年，全国高粱平均亩产324公斤，但在这里竟然达到了789公斤。高产的秘密就在土层下面，底层土壤保持了沙子松散透气的特征，农作物根系因此超常发展，发达的根系成就了高产的奇迹。这个是最甜的，比甜的真的是最甜的。这个甜。这瓜真的很甜的，很甜。根据中国第5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超过170万平方公里。如果能用这种技术改造其中的1%，就可以获得170万公顷的农田。但是，只有用足够的数据证明新的生态进程已经被启动，这种技术才可能被广泛推广应用。传统的研究模式是采用抽样的方法，这需要10到20年的长期积累。这是一个我们的土壤。如果借助大数据技术辅助科研，试验的周期就可以缩短到2年左右。但是，这个美好的设想在这里遭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虽然可以用大量传感器精确监控1万亩土地，获取包括温度、湿度、光照、风向、风力、微生物群落、动植物群落等众多数据，但是在这个远离城市的沙漠，海量数据的存储和运算难题该如何解决？幸好，大数据工程师解决这个痛点的方案已经诞生，他们正在前往沙漠的路上。大数据工程师刘凌峰今晚连夜安装的 T-Block 设备，可以看成是大数据中心的缩小版本，专门为沙漠研究而定制。家用冰箱2倍大小的机柜里容纳了20台标准服务器，相当于1000台电脑的处理能力，而超过1000 TB 的硬盘空间则足够应付超过10万个传感器长期的数据存储需求。第2天早上8点，数据已经回传到 T-Block， 并开始处理。您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采集到的这个土壤温度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土壤温度在不同的这个变化的一个范围。借助 T-Block 这种边缘大数据中心的存储和计算能力，与过去相比，数据采集范围扩大20倍以上，而数据的精细程度则可以增加2至3个数量级。在沙漠这个地方呢，网络条件很受限制，所以我们专门给沙漠项目定制了这样的一个边缘数据中心，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我们的存储能力全部下沉到了这个项目现场。那么老师们可以就近的在这里面进行数据的清洗、处理以及计算。从明年的春天开始，乌兰布和试验基地的面积将继续增加，未来将超过5万亩，种植农作物超过30种。T-Block 将全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处理来自这些土地源源不断的数字信息。冬日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特例。随着数字化时代海量数据的快速涌现，大量新的数据应用场景被陆续召唤出来。
大数据中心和边缘计算，中国人已经拥有了多元的数据处理方式，去应对数字时代的新挑战。面向强劲的动力，让中国这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焕发出全新的科技之光和创新活力。